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继相密后，杨紫新剧化身霸道女总裁，与肉肉再续姐妹情。俗话说得好，出名要趁早，这句话用在当下娱乐圈再合适不过。随着近几年国内影视剧的不断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演员迅速崛起，成为影视圈中的中坚力量。在众多新生代演员中，一大批童星成为当中的佼佼者。他们年纪轻轻出道，如今也已经蜕变成有着自己风格的艺人。从《孝庄秘史》里的小宛如到《家有儿女》中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夏雪，中的胡香香，中的邱莹莹，青云志中的陆雪琪，一路走来，杨紫不骄不躁，始终保持真我的风格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和周冬雨等被选入90后四小花旦。在2018年，杨紫更是持续发力，凭借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和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2部剧人气再次提升，她饰演的锦觅和白夭夭圈粉无数。不管是爆发力还是感染力都很不错，演技得到观众的认同和赞赏，完美的褪去童星的标签。而在2019年，杨紫又将有3部影视作品上线。近期由杨紫、马天宇、傅柔美琪等主演的《我的莫格利男孩》也即将上映了。该剧主要讲述的是一个森林长大的男孩莫格利，进入到城市生活，与独立创业女性灵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有趣又动人的故事。此次剧中，杨紫饰演女主霸道女总裁灵犀。身为独立创业女性的灵犀误将莫格利带回城市，灵犀与莫格利住在了同一屋檐下，两人渐渐建立起了不一样的感情。杨紫这次的角色可是有很大突破了，在剧中出演霸道女总裁，杨紫饰演雷厉风行的女高管，值得很期待。马天宇饰演的是在森林长大的毫无社会经验男孩莫格利，还是极具挑战的。一直以精分、细节等著称的马天宇，无论是换成中截然不同的4个角色，还是《三国机密》中智斗诸侯的天子，亦或是满眼忧郁冷冽的梁生，他都能拿捏自如，想必在新剧中也能给观众带来惊喜。从网上曝光的《我的莫格利男孩》路透中，杨紫斜挎着一个包包，戴着耳坠，马天宇穿着白色衬衫和牛仔裤。两人都尽显青春活力，两人手拉手的画面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的甜蜜。马天宇虽然比杨紫大了7岁，但是两人手拉手站一起，竟然毫无违和感 ，CP 感十足，十分的般配。该剧除了马天宇、杨紫这对让人期待的 CP 组合以外，傅柔美琪在剧中饰演和杨紫同一服装工作室的美丽女白领兔兔。脑洞大开、活泼可爱的个性让她十分有人缘。从目前人设看，有点倾城时光赵丽颖的助理既视感。未知势力小汤王木林式的介入，打乱了莫格利和灵犀原本平静的生活。一方面故事朝着更加扑朔迷离的方向发展，一方面莫格利和灵犀的感情逐渐升温。从完美心机人中的反派张健开始，到我的莫格利男孩的未知势力小汤，王木林似乎盯上了马天宇，戏里处处为难，颇具看点。杨紫邓伦组 CP， 周海媚美人迟暮，仙侠版甜虐三角恋口碑收视走高。前2天杨紫分手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都心疼小猴子，并且喊话张一山和杨紫在一起，纷纷站起了他俩的 CP。不过自从小编看了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就已经站上了杨紫和邓伦的真人 CP， 因为他们在剧里真的太甜啦。邓伦在剧中饰演天帝二儿子火神旭凤，撩妹技能满格的一只凤凰。杨紫饰演花神与水神之女锦觅，真身是双花，却被自己亲妈封了加兰封印，前10集都是一颗葡萄。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人，都因为旭凤涅槃相遇到一起。紧接着旭凤好不容易化成了真身，正想得意，
没想到因为掉下来的时候撞破了水镜结界，被众方主追捕，情急之下一把被锦觅推下洗脚池，喝饱了洗脚水。这还不算完，一心想出水镜的锦觅又求旭凤带他去天界，开启了两人的感情轮回。但由于仙花神子芬，也就是锦觅的妈妈为情所伤，又被天后算计，为此在他要香消玉殒之时，他给锦觅种下了云丹，一生不懂情爱。这也是旭凤和锦觅情结的源头。锦觅上天之后，做起了旭凤的书童，因为头上佩戴的葡萄藤掩盖了真身，所以锦觅还一度被众仙女轻薄，直到换上女装美帝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这时旭凤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情根深种，但这个史上最惨男主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先是爱慕锦觅，却又不知锦觅无情无爱，每次表白都像是对牛弹琴。后来又误会锦觅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只能忍痛将锦觅送回花界。好不容易得知锦觅是花神与水神之女时，刚刚欢喜不过1分钟，就被告知锦觅早与自己哥哥定下了婚约。后来锦觅因为要立仙劫，所以要下凡，旭凤担心天后会对锦觅不利，跟着就跳了因果罗盘，实实在在的挖坑给自己跳。因为之前旭凤的意思，锦觅成了不能谈情说爱的圣衣族圣女，世代为王上效劳，而这个王上就是旭凤。两人去凡间之后，润玉通过一面镜子看到了旭凤和锦觅两人相处时的现场直播，醋意大发，索性也下凡帮助锦觅。但好歹凡间的锦觅和旭凤现在还是在发糖的，不仅锦觅下凡变聪明了不少，连情商都跟着高了起来。而旭凤下了一次凡，简直变成了撩妹圣手，情话是一句接一句。不过据说接下来也就这一点糖了，之后的剧情可是大虐。先是人间剧本锦觅中毒而亡，旭凤陪葬，好不容易两人重回天界，锦觅却被润玉抹去了凡间的记忆。之后锦觅的父亲水神和林秀仪也被女二害死，最后嫁祸给了旭凤，导致锦觅含泪误杀了旭凤，这才把云丹吐出来。虽然后来的剧情够虐，但好歹虐中带甜，听说结局是完美的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延禧攻略》里的纯妃这一次出演了封神灵秀，同样是爱而不得，这次却是个好人，不妒忌花神，和水神相敬如宾，还待锦觅如亲生女儿。反倒是曾经演过周芷若的周海媚，这一次却被观众吐槽了，天后这个角色本身就不讨喜，处处针对女主和男二，想置他们于死地。不喜欢和野心都写在了脸上，还一味的只会干瞪眼。不得不说，美人迟暮，角色选择更为重要。剧中人物就介绍到这了，最后小编想夸一夸这部剧的良心制作，据说是70%的实景加30%的特效做出来的。剧中这30%的特效可谓是十分精美，眼兽真的太可爱了。天界和魔界交界之处的忘川也很美，听说锦觅错杀旭凤之后，还曾去忘川寻找他的灵魂，后来他才懂得什么是爱，却背负了无尽的愧疚，真是太心疼他们了。旭凤一往情深，却被心爱之人所伤，虽然最后结局是美满的，其中的这些七情六苦，又有谁懂呢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！